当丘吉尔作为三巨头之一出现在雅尔塔会议的现场时，他从未想到，短短12年之后，英国就再也不敢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任何重大的外交行动。而让英国彻底丧失战后三巨头地位的重要节点，便是发生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是一条由法国人主导修建、英国人拥有股份的运河。这条运河在19世纪末完工以来，不仅是英法在非洲殖民竞赛的缩影，同时也是英帝国连通欧洲与其亚洲殖民地的关键节点。然而，沟通两大洋为英国带来的巨大财富，却让运河的所在国埃及非常眼红。虽然埃及彻底丧失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要归咎于其于1874年因外债将其所持股份卖给了英国，但是彼时的埃及还是英国的傀儡国，这一愚蠢的决定并未受到全体埃及人的认可。于是，在英国因世界大战而受到削弱之后，埃及人就开始计划着如何将这棵埃及土地上的摇钱树收回到埃及人的口袋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人已经无力维持战前那个全球帝国，埃及人立即发难，要求英国人归还埃及部分主权。作为纵横世界数百年的老牌帝国，英国也很识趣，他们认识到大英帝国的解体是大势所趋，埃及独立已经难以避免。于是，在1936年，英国同埃及缔结英埃同盟条约，终止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归还埃及部分主权，并计划在20年内支持埃及独立。兵不血刃就获得了独立许诺，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削弱了英国，埃及觉得他们无需等待英国施舍的独立了。1951年10月，纳赛尔领导下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并单方面废除掉还未失效的英埃同盟条约，宣布埃及不再受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对于奈萨尔单方面的行动，英国人依然保持着克制，毕竟英埃同盟条约就是在为埃及独立做铺垫。在殖民帝国解体以后，继续控制埃及的土地已经毫无意义，英国人在埃及最大的财产就只剩下苏伊士运河。艾登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在获悉埃及独立后，立即准备同纳赛尔展开谈判。他们认为，此时苏伊士运河的大半股份依然在英法两国手中，而且英国在运河区内依然保有驻军。只要英国承认埃及政府分批撤走驻军，那么感觉到变化的埃及人一定不会急于收回运河，这样就能给英国人围绕运河进行资本操作争取时间。对于英国而言，苏伊士运河的驻军本就是为了保护印度到不列颠的帝国生命线。如今印度早就独立了，埃及军队又不成气候，在运河区的驻军早就失去了意义。借着这个机会卖给纳赛尔人情，很明显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但是当英国人带着条件来到开罗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苏伊士运河本就属于埃及。1956年7月26号，纳赛尔签署关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宣布没收英法殖民者的股份，直接国有化苏伊士运河。英国人对于埃及的单方面决定非常恼怒，在他们看来，1936年他们已经忍让一次了，1951年埃及单方面撕毁条约，他们也默许了。可两次退让不仅没有收获埃及人的感恩，反而让其得寸进尺，最终竟敢直接对大英帝国的遗产动手。纳赛尔宣布国有化当晚，恼羞成怒的英国首相艾登就宣布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夺回运河，绝不能让纳赛尔卡住英国的脖子。此时刚刚获得独立的埃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军事力量，纳赛尔虽然把自己打造成阿拉伯世界领袖，但埃及不要说想同英国对抗，几年前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这个国家连自己的邻居都未必打得过。他在此时宣布国有化运河，真的只是无谋的得寸进尺？实际上，这位埃及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英国的敌人并非只有埃及，有2位玩家已经悄无声息地坐在了苏伊士运河的棋盘上。神秘的玩家便是此时还并未完全称霸世界的美苏两国。雅尔塔协定虽然划分了欧洲与东亚的势力范围，但是并未协商如何处置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当旧殖民体系于战后崩溃时，美苏为了抢夺刚刚从独立中醒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组织成立了一系列全新的部门。连接3大洲并拥有巨量石油资源的中东地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苏争夺的焦点。1955年，美国率先与英国协商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意图在中东地区对苏联实现包围。但是，美国虽然主导了该组织的成立，却并未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正式成员，仅仅以观察国的身份插足中东地区事务。美国人意识到，英国希望将巴格达条约组织缔造成由其主导的中东版本北约。
一旦美国承认并默许了这个组织的稳定存在，那么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承认了英国在中东乃至第三世界的特殊地位。虽然包围苏联很重要，然而维持美国在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则更加重要。巴格达条约组织与其说是美国在中东的立足点，更像是白宫安插在中东的监视器。这台监视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在合适的时机抓到英国的破绽，将由英国主导的中东趁势转移到美国名下。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全面退出中东以前，美国从未想过帮助英国维持最后的体面。而在另一端，苏联同美国的想法也有些许相似之处。对于苏联而言，第三世界归属的未定，作为雅尔塔协定的最大漏洞，是破局美苏争霸的一条捷径，并且同钟情于西方国家的美国相比，更加关注穷国弱国的苏联，显然与这些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50年代初期，几乎每一个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联的物资援助。纳赛尔主政的埃及因为预感到早晚会同英国爆发冲突，也在1955年接收了大量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当针对苏联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出现之后，苏联支持中东第三世界国家的动力便愈发充足起来。在苏联的支持下，未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埃及在1956年3月同叙利亚与沙特建立了针对该组织的南层联盟，为下一步的全面对抗做准备。当时间来到1956年6月，美苏两国虽然依然把对方视为头号对手，然而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意图却出现了重叠。两国都希望赶在对方之前抢占中东地区，而这里原有的主人英国便在莫名其妙之间就成为了美苏共同的敌人。此时，美苏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将压力转化为战争的借口，而这个借口便是埃及国有化苏伊士运河。1956年7月26号，埃及宣布国有化苏伊士运河。不过，让埃及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既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苏联的支持，而是西方自己的出尔反尔。埃及在独立之后面临一项世纪工程，那就是修建能成功开发尼罗河的阿斯旺水坝。不过，埃及自己没有修建水坝的资金，于是纳赛尔开始寻求外国的帮助。1956年6月，苏联首先承诺为埃及提供4亿美元的无息贷款，而西方在听闻苏联人的意见之后，也一改之前一毛不拔的态度，表示也愿意提供修建水坝的一期贷款。同苏联相比，英美虽然心怀鬼胎，但财力无疑更加强大。不过，还没等纳赛尔做出选择，美国便率先出尔反尔，收回了资金支持埃及修建水坝的承诺。美国的这个决定最终坑死了英国。在纳赛尔看来，这种出尔反尔就是对埃及赤裸裸的羞辱。为了回击西方，他最终做出了收回运河的决定。纳赛尔的决定几乎在一瞬间就激怒了运河的实际拥有者英法两国。英国在当天晚上就宣布反对，并准备向埃及宣战。然而，美苏两国在这时却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套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后，美苏两国一方面都不希望对方会抢在自己之前渗透中东，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英法能同中东爆发大规模冲突，为自己介入此地创造更大的空白区域。两国建议英法将该问题上诉至联合国大会，但却仅仅讨论埃及如何保证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国际化，并不想讨论埃及应该把苏伊士运河归还给英法。特别是苏联，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埃及主权的一部分。为支持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合法控制，苏联不惜在联合国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英法的提议。认识到跟美苏玩文字游戏是永远不可能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英法，最终决定武力解决苏伊士问题。而埃及则比想象中的还要孱弱，2天时间，以色列军队就占领了西奈半岛，兵锋直抵苏伊士运河地区。英法两国则在此时假惺惺地要求埃及在劣势战线下与以色列停战，不然就同埃及开战。埃及连以色列都打不过，对英法更是无力抵抗。战争爆发不到1周，埃及就选择将这件事捅到联合国，而这正是苏联与美国都在等待的机会。11月5号，在英法顶着多数反对，连续使用一票否决权拒绝停战后，苏联向英法以3国递交最后通牒，如不停战，苏联将武装干涉中东。英法两国立即拿着北大西洋公约求助美国的支持。可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支持英法抵抗苏联的威胁，反而抢先一步做空英镑，通过实际行动威胁英法在埃及向苏联退让。美国的态度让英法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前景，即使他们下定决心同苏联开战，那么美国不仅不会支持自己，反而会在背后拆英法的台。两国最终不得不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选择撤退，并于1957年3月8号彻底消失在埃及的土地上。